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从文艺女孩到85花第一人，她用实力改写命运。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，命运常常掌握在流量与资本手中。然而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靠着一腔孤勇和日复一日的努力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赵丽颖就是这样一个名字。当大众还沉迷于科班出身的标签、流量密码的公式时，赵丽颖早已悄无声息地破圈、崛起、登顶。如今的她，已不再只是古偶剧里的甜美女主角，而是真正意义上撑起一部剧、一部电影灵魂的大女主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如今拥有亿万粉丝、荣誉加身的演员，起点却是一位普通办公室的文秘。一切源于一场冲动的报名。故事开始于一场偶然的选秀。那个时候，赵丽颖每天按时上下班，生活稳定而平静，仿佛已经注定会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。然而在一次偶然中，她在网上看到了雅虎搜星的选秀活动，这是一场由冯小刚亲自参与的选拔赛。她没有表演基础，也不是专业出身，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没有人知道她的底气从何而来，或许只是年轻时的冲动，又或许是那颗一直不曾熄灭的梦想的火种。结果出人意料，她入围了。这个从小城市走出来的女孩，在舞台上坚定地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廊坊的49号选手赵丽颖。”一句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。她在比赛中获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，并顺利出演了冯导执导的广告片《贵族篇》。随后签约华谊兄弟，参演电视剧《金婚》，正式踏入演艺圈。初入娱乐圈，笑柄与标签并行。赵丽颖刚出道时，并不被主流认可。2011年，杨幂凭借《宫锁心玉》一夜爆红，刘诗诗因《步步惊心》风靡全国。她们成为85花中最耀眼的存在，古偶剧也因此进入巅峰时期。而赵丽颖那一年则出演了新《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，首次被大众所注意。尽管角色温婉可人，但她并未因此一炮而红，反而被嘲笑长相土气，没有腥味，甚至有人直言她不配演主角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她几乎处于无声发展的状态。没有顶级资源，没有后台，没有流量的光环，她成了别人眼中最不可能火的女演员之一。而外界的攻击却从未停止。赵丽颖6宗罪，赵丽颖8宗罪，赵丽颖10宗罪接踵而至。没教养，低学历，没气质，靠前规则，一系列恶意的标签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。面对这些，她选择了沉默，不反击，不回应，甚至连社交平台都鲜少更新。她像一个马拉松选手，孤独但坚定地朝着终点奔跑。她明白，回应质疑最好的方式不是辩解，而是成长。花千骨破局，演技中被看见。真正为赵丽颖打开知名度的是2015年爆火的电视剧《花千骨》。她饰演的花千骨一角，甜美中带着坚韧，脆弱中饱含倔强，把一个为爱奋不顾身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。该剧热度空前，赵丽颖也因此跻身一线女演员行列。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，也没有立刻消费人设，她选择继续接演类型各异的作品。她陆续拍了《杉杉来了》《老九门》《胭脂》《楚乔传》等等，逐渐完成从偶像演员到实力派的转变。每一部剧里，她的眼神更深了，演技更沉了。她不再只是甜美可爱的晴儿，也不只是柔弱楚楚的花千骨。她开始挑战带有厚重人文气息的角色，开始尝试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。2019年《知否》成分水岭，赵丽颖自此一骑绝尘。
如果说《花千骨》是赵丽颖的成名作，那么2019年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就是她真正的转型之作。剧中，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是一个从小隐忍求生、步步为营的侯府庶女，在无数权谋与家庭争斗中成长，最终活成了最强大的自己。她用内敛而克制的表演方式，完美诠释了明兰的成长与转变，获得了无数业内外人士的好评。赵丽颖的演技不再是惊喜，而是一种稳定的保证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她的作品风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。她不再局限于古偶仙侠，而是一步步尝试现代剧、现实主义题材、悬疑剧，甚至是电影作品。她用行动证明自己不只是古偶女主而已，更是能够胜任多元角色的真演员。持续挑战自我，迎来奖项加冕。2023年，她在电影《第20条》中仅以短短几场戏就惊艳四座，成功拿下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。这一次的胜利是观众和行业对她实力的认可。要知道，同台竞争的有袁泉、海清、高叶等人气与口碑兼具的实力派女演员，而赵丽颖凭借的是对角色的理解力、沉浸度和感染力。她用一个配角赢得了主角级别的赞誉。从土气女演员到最佳女配角，赵丽颖走了整整10几年，而如今她终于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尊重。蓄势待发，未来她的路更宽了。目前赵丽颖的待播作品包括现实题材电视剧《在人间》、电影《乔岩的心事虎狼之路》，以及清明档票房冠军《向阳花》。每一部作品类型都不同，每一部作品都跳脱出以往的套路。她早已不再是那个甜甜笑着、眼神清澈的楚乔，而是一个在无声处生根发芽、努力拼搏、靠着坚韧不拔走出泥泞的赵丽颖。她在一次访谈中说：“我想成为楚乔那样的英雄，我想用我的一腔热血去坚持理想，守护信仰，去改变更多未知的未来，即使遇到再大挫折，也绝不放弃。”她说到做到了。赵丽颖凭借一己之力，从一个无背景、无专业训练，甚至被群嘲的普通女孩，一步步爬上了如今的位置。她没有跳板，没有捷径，但她有韧性，有热爱，有天赋，更有一颗不屈的心。结语：赵丽颖是85花中真正的逆袭者。在85花这一代演员中，很多人仍沉溺在古偶与仙侠的流量中难以自拔，而赵丽颖早已完成蜕变，走出了那条看似拥挤实则狭窄的道路，踏上了属于她自己的坦途。她是85花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型的演员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在电视剧与电影、在流量与奖项之间做到真正平衡的女星。她没有高起点，却跑出了自己的高度；她没有捷径，却打通了职业的纵深。赵丽颖的成功早已不仅仅是娱乐圈的励志故事，更是万千普通人努力奔跑的真实写照。愿我们都能像她一样，无惧质疑，不畏艰难，用努力和坚持去追寻那个最真实、最理想的自己。38岁赵丽颖素颜亮相，街头优雅气质引发热议。赵丽颖在魔都街头被抓拍，又双若着上了热搜。说实话，这种野生明星捕获的戏码，现在都快成赛博时代的都市怪谈了，隔三差五冒出来，大家伙也就全当饭后谈资，嚼吧嚼吧就过去了。但这次滋味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李特意强调了芳龄38，脂粉未施，仪态万方，还说她气运远胜柴贝。这几个词儿，信息含量一下就上来了。38岁，对于吃青春饭的女明星来说，简直是道口儿。一方面，在老百姓的固有印象里，女演员的花期总是短的像夏天的雷阵雨，38岁立马就得被归入姐姐甚至阿姨的队伍。另一方面，
要是能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又在名利场里滚打多年，还能保持住精气神，那绝对是王炸级别的加分项。所以，吃瓜群众才会对38岁赵丽颖的素颜照如此趋之若鹜，就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验货，看看她是不是真能硬扛住岁月这把猪饲料。照片里的赵丽颖确实挺养眼的，气色不错，举止也落落大方，跟朋友们厮混在一起，看起来很惬意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咱们为啥总是这么热衷于对女明星的颜值和身段评头论足？这背后的盘算其实有点让人不寒而栗。好像女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那张脸蛋和那条腰线决定的，一旦过了保质期，或者身材走了样，就会被各种挑剔的目光扫射。这种扫射不仅仅来自键盘侠，也来自整个社会风气。演艺圈更是把这种颜值即正义的信条发挥到了极致。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总能拿到更好的剧本，更多的资源，而那些上了点年纪或者长相不符合主流审美的女演员，往往面临着事业的滑铁卢。这仗义吗？明摆着不仗义。赵丽颖能在这个圈子里混出名堂，当然离不开那张脸，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演技和那股子韧劲儿。她演的一个比一个出彩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但咱们却总是本末倒置，把焦点放在她的外貌上，甚至还要拉踩她的同龄人，这难道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？再往深了挖，这种对女性外貌的过度迷恋，其实折射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。咱们惧怕韶华易逝，惧怕被时代的车轮碾压，所以才会对那些不老妖精如此顶礼膜拜，好像他们的存在就能证明美人迟暮是可以避免的。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谁也逃不掉。真正应该上心的不是如何延缓衰老，而是如何体面的老去，如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活出自我。就像华表奖的宣传片里，赵丽颖和李庚希、惠英红同框，这3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演员代表着中国电影的不同力量。李庚希代表着后浪，惠英红代表着老戏骨，而赵丽颖则代表着一种从流量小花到实力派的华丽转身。她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证明着女性的价值，不仅仅在于皮囊，更在于才情、汗水和对梦想的执着。所以下次再刷到偶遇赵丽颖的消息，希望咱们能少一些对外貌的吹毛求疵，多一些对他们作品的真诚点赞。毕竟他们的闪光点绝不止素颜2字。与普遍认知不同，他们的价值更在于演技的精进和的塑造。当我们习惯性的将原因归结为外貌时，是否忽略了他们在专业上的精益求精？